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台北武道会のロバーツと申します。大家好，我是台北武道会的 Roberts，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深夜道场。那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哦。虽然最近工作有些繁忙，所以上片的时间呢有比较晚了一些。那比较眼尖的观众呢，大概会发现我们频道已经有更名咯，所以我们现在正式呢帮日本刀文化振兴协会成立了这个台湾的办事处。那我这边呢也负担起台湾地区呢做一些日本刀文化的推广，还有职人的培育，还有一些文化交流的部分。那真的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感谢这些日本的老师还有长官们，他们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在台湾可以更多的推广日本刀的文化。那最近呢，我们也在日台交流协会的协助之下呢，我们也在北投温泉博物馆办了一个3天的刀剑的展演，还有讲座，还有我们邀请了各个流派来做演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场表演呢？那如果大家有去看的，欢迎给我们多多的回馈。那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台湾的各个地方呢，也可以办更多的刀剑的展览，还有一些讲座或者是一些研习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日本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日本刀的礼法的部分。我们对于日本刀呢要非常的尊敬，还有当然我们有一些对于日本刀的一些做法。那我这边呢就以我流派学到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所以不代表全部的流派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哦，大家可以有一个参考。那如果说你是加入某一个流派的话，或者是学习某一种技艺的话，就是完全要遵照那个流派的礼法来做处理哦。我这边就只是当做参考就可以了。那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关于日本刀的礼法的部分呢，首先当我们在进入每一个道场的时候呢，大家都要记得哦，在进入道场的时候要先做一个敬礼的动作。然后呢，在退出道场的时候，也要针对神座的部分敬下礼哦。这是最基础进入道场的礼节，这个方面呢，也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拜访某一个道场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在进道场敬完礼之后呢，走到道场的神棚的位置，也就是这个道场最中间的神座的部分呢，先跟道场的神明呢再做一次敬礼的部分。那这是对这个道场最基本神明的一个尊重哦，感谢他让你到这个道场来进行练习。那接下来要介绍大家我们提刀的方式。那其实日本刀提刀的方式有蛮多种的。那我们柳星的话呢，提刀的方式我们是 kurigata， 用手掌呢把它握住，刀刃朝上的方式呢放在腰前。那通常这个当的地方呢会尽量朝你的身体的中心，刀柄的部分和刀锷呢会在手的下方后方抵住。那这样的方式来进入一个道场，这是我们流派属于非常丁寧的方式哦。各个流派有它不同提刀入场的方式，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哦。那通常每个流派进入道场了之后呢，都会有2种部分，第一种是立礼的部分，第二种呢就是坐礼的部分。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坐礼的部分。主要坐礼的部分呢，我们会在进入道场之后，面对神座的地方，正坐的方式来坐下。刀呢，会把它放在我们的右手边，刀刃朝自己。那比较注意重点的部分呢，我们在坐下之后，2个膝盖应该是2个拳头的宽度，刀呢会放在你的右边约1个拳头的宽度，刀锷的部分呢会在约你的膝盖的后方一点点。这是我们流派的方式。那每个流派也有他们不同的制刀方式，有些会放在你的左边，也有些会放在你的后面。依据各个不一样的状况呢，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放他们的刀。
那基本上我们正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敬礼。一般古老的方式，我们是左手先出，再右手，然后敬完礼了之后呢，起来，右手回来，再左手，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当然有许多种方式呢，像是同时的敬礼，同时的收回来，针对不同的状况会用不同的方式。那我们就这样子敬礼完了结束之后呢，我们记得还要再做一次刀礼的部分。那我们刀礼的部分呢，我们会把刀放在身体的中间，把这个 Sageo 呢顺到的另外一边，刀柄朝左的放在你的身体前面，刀刃朝自己。敬礼的话跟刚才一样，先左手右手，然后敬完礼之后起来，右手左手，这个是属于合手礼的部分，就两个手会合在一起。那基本上我们这个敬礼先左手再右手的方式呢，是源自大概战国时代的一种礼法的动作啊。那接下来要讲到立礼的部分。那立礼的部分呢，我们一样在我们的提刀的方式转到立礼的时候呢，我们先把我们的刀放到我们的正前方之后，你的左手顺着 Sageo 呢滑到你刀鞘的底部，旋转成平行的放在你的眼前。所以这时候呢是刀柄在右，刀刃当然还是朝自己，直接往前敬礼。我们在敬完礼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刀带到身上了。好，在坐姿的部分也是一样的。这个关于刀的礼节其实还有蛮多种的。平常如果你放在道场的时候哦，千万不能从刀的上面跨过去哦，那是对刀非常的不尊敬。那如果你临时要把刀放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把刀呢，刀柄朝左，刀尖朝右，然后刀刃呢往后的方式放在地上。那不管在哪一个位置呢，都是这样的方式。这跟神棚的位置比较没有特别的关系了，放在道场的边边，不要让大家碰触到，这样的方式再来进出道场。接下来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把这个日本刀递给你的朋友呢？那通常我们日本刀如果在有刀鞘或刀桩的状况之下，我们要递刀给朋友的话呢，假如你是水平的方式，我们会把刀柄朝左边，刀尖朝右边的方式，刀刃朝自己的递给他。递给对方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双手哦，然后你的左手的大拇指呢要扣住刀刃，刀呢稍微有点倾斜啊，刀柄的位置高一点，这是避免假如你递刀如果刀柄位置较低的话，它刀掉出来的这个状况。对方呢，他也会从中间接过这把刀，接过这把刀的时候呢，瞬间把它转成刀柄在左，刀尖在右的状况呢，跟你说はいゲンします。谢谢你让你看这把刀。好，那如果是垂直递刀的方式呢，我们会把这个刀刃朝自己，右手握住刀柄，然后左手呢放在你刀柄的下方，这样来递刀给对方。一定刀刃要朝自己哦，如果是朝对方的话是非常失礼的状况。对方呢，他就可以从刀柄这个空出来的地方呢接过这把刀。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呢，如果说你想要把一个没有刀桩这种裸刀呢递刀给对方，要怎么做呢？如果是垂直的话，就跟刚才一样呢，我们是右手握住它的刀茎，左手放在刀茎的下方，然后一样刀刃要朝自己，这样递刀给对方，让对方可以接过这个刀茎的部分。那要确定对方都接过去，手才能放开哦。水平的方式递刀给他的话呢，通常呢，我们会用一个手巾把这个刀身扶住，刀刃朝自己，刀茎的部分放在左边，刀尖在右边，递刀给他，确保他呢右手接过刀茎，左手接过这个手巾之后，再把刀放开哦。这也是非常 tennen 的做法。那大家听过这些简单的介绍之后，有没有对日本刀的一些礼法有更加了解呢？当然，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做法，那也仅限于我在柳星这边所学到的一些方式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所以这些方式都不代表是所有的流派哦。
如果你是学习某一种特殊的骨流那欢迎你要遵循他们骨流的方式来对刀做这些理法。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那下次我再介绍更多的一些日本刀的知识再给大家，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咯。那如果喜欢的话，也方便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咯，谢谢大家。